Galaxia G05 为您讲解。Galaxia G05 主打单一自回归流，它要重塑机器人推理与动作。封面已经给出核心主张，多模态信息被汇入统一通道，相机、语言与动作都在其中。目标不是外挂执行器分工，而是让模型自己生成行动。这个设定为后续对比埋下线索。行业争议在于 VRM 究竟该当编码器还是行动者。当前主流做法是把视觉和语言压进一个漏斗里，特征被压缩成 hidden states， 原生推理也被切断，最后再交给外部扩散或流匹配专家执行。这样分工看似清晰，代价却是信息割裂。G0.5 选择另一条路，直接让 VRM 参与行动，视觉、语言、思考和动作并行进入统一管道，同一套权重就能直通生成思考与动作。这套方法把输入统一到一个自回归骨干里，多视角 RGB、语言指令、本体标识、本体感觉一起进入。核心模型是 Qwen 3.5 2B， 只有一套权重，它同时负责感知、推理、规划、行动。输出也被统一成同一词表里的 token， 思考用 quote 表示，动作用 action quotes 表示。训练目标只保留唯一的交叉上损式，边界也很清楚。统一并不等于省略模态，而是把模态关系压进同一生成过程。Action Codec 把异构机器人动作统一成 token 槽位，它先做跨实体映射，再写入标准化词表。页面给出5个槽位设计，左臂对应9维控制量，左抓手和右抓手各占1维，右臂同样保留9维控制量，下肢动作则映射到7维槽位。这样的拆分让不同实体共享同一动作接口，它的意义在于减少机器人之间的表达鸿沟。边贴也很明确，统一的是动作表示，不是机械结构。机器人只需动右手时 ，G0.5 也只生成右手相关 token。传统方法仍要填满左臂、底盘这些零值槽位，这样做会白白消耗解码部署。G0.5 直接跳过闲置部位词表，它只保留右臂和右抓手的有效动作。例子里，右臂输出 action 8173 action 0026， 右抓手输出 action 2180， 结果是控制频率更高，实时性更好。原思维链把思考嵌进动作序列里，生成段里先输出 COT， 再接动作码 COT span 里拆成任务框、轨迹、提示。任务拆解，先明确要抓什么，目标框给出对象位置，轨迹规划约束双手怎么走，动作提示把语言想法直接落到控制，这样 VLM 就能闭环生成思考与动作。视觉记忆模块把多秒历史直接送入模型，空间时间注意力负责融合 T3 到 T 的连续帧，这样遮挡出现时，目标状态也不容易丢失。长程操作里，状态漂移会明显减轻。为控制推理延迟，最后一层历史 token 被强制丢弃，这样模型不用维持庞大的 KV cache， 记忆保留下来，响应速度也能维持在高频控制需求内。它的边界也很明确，历史信息只保留到最后一层。综合雷达图显示，G0.5 在7项指标上整体最强，真实试剂成功率达到 76.7%， 明显高于派 0.5 的 53.3%。零样本泛化、语言遵循、上下文感知也都处在领先位置。里边肉防帧上，它拿到 98.9%， 继续保持搜塔。Behavior 长程任务里，它还单点登顶，超过冠军方案。COT 消融标注说明，思维链对性能贡献很大。主流防帧横测也验证了，这不是单一任务的偶然。整体来看，同一自回归架构的收益已经扩展到真实世界与防帧两端。零样本测试里 ，G0.5 导到 82.5% 成功率。Behavior 挑战赛看重长程移动操作，
G0.5 只训练1个 epoch 就接近 0.3 分，4个 epoch 时它也只是略高于 0.3 分。对手派 0.5 在4个 epoch 只有约 0.26 分。冠军方案虽然融合4个 checkpoint， 最终也只有 0.2605 分。这里的差距说明单点模型并不依赖繁重集成。Action Codec 把导航和操作解耦了，于是单一模型也能更快学会家庭全流程。真实世界双臂经调理 ，G0.5 继续拉开差距，任务最终成功率达到 76.7%， 派 0.5 只有 53.3%。G200T 按优点7仅有 24.4%， 更关键的是，过程得分也明显更高，这个指标接近满分10分，说明它不只会做成，它还能稳定做对。TP Bench 专门检验杂乱桌面理解，桌上有16种物体，任务更接近日常操作。G0.5 在 Zero Shot 下，语言遵循率达到 65.6%， 派 0.5 在同条件下却是零白线，动作成功率也同步领先。G0.5 Zero Shot 为 59.4%， 派 0.5 仍是零白线。经过50 HT 后，两者都明显提升。G0.5 在认知和执行上都更稳一些。先解决只带其意，仅靠名称时，语言遵循率是 84.4%， 加入 Box Chord 后，只升到 85.9%。真正跃升来自 Target Visual。局部裁剪图加入后，语言遵循率到 98.4%， 对应成功率也有 84.4%。这说明细粒度视觉线索很关键，对长尾物体尤其有效。主流方针基准上 ，G0.5 也拿到了全线领先。Libero 上达到 98.9%， 直接刷新 SOTA。Robotune 上拿到 93.3%， 同样保持第一。Simple Error 上达到 87.3%， 依然是最高分。对比拍0、拍 0.5、GR00T 1.5、OpenVRA 差距都很稳定，说明统一自回归架构不只会做真机任务，它在多模态理解、双臂协同、零样本迁移里也能同时成立。边界也很清楚，方针领先，仍需真机结果继续验证。思维链真正起作用，它让模型先想再做。实验里 Air Fryer 和 Cook Bacon 任务都做了对比，外挂流匹配加 COT 只有 2.7， 自回归不加 COT 只有 2.4， 自回归开启 COT 后升到 3.8。 更关键的是，模型权重完全没变，差别只发生在推理阶段，说明 AR 能直接跟随自己的思考，而 FM 更容易脑手脱节。具身全化学习的关键在于训练要稳定。GRPO 的收敛曲线显示，纯自回归架构更平滑，橙色曲线方差很低，说明更新过程更可控。流匹配和扩散架构则震荡明显，它们依赖复杂的 SDE 重构，优化更不稳定。Token 级别的精确对数概率是 AR 的核心优势，这个特性让它天然适配 PPO 和 GRPO， 也说明单一自回归更像机器人 RL 的底座。自回归并不天然慢，这个页面先纠正了一个常见误解。Racetrack 测得 FAM 为190毫秒，自回归开启 COT 时是192毫秒，关闭 COT 后，自回归降到130毫秒。这里借助了 Flash RT 等优化站，说明瓶颈不在架构本身，这个速度已足够高频控制。Galaxy G05 的核心价值在于让 VLM 同时承担感知、推理和行动。它把模型收束成 One Model、One Weight、One Vocab。这样的设计减少了模块拼接带来的信息损耗。零样本迁移表现和自然语言理解能力是它能力涌现的直接证据。前面的评测已经显示，它能在多类任务里保持领先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统一架构并不只适合推理阶段，它还能无缝接入强化学习训练，那就为下一代具身智能提供了清晰的技术路径。真正的边界也很明确，
能力仍要靠数据和任务验证。